煮过的水果胜过药，听起来不可思议吧？一般人吃水果都是洗干净就直接生吃，觉得这样才能吸收到全部营养。如果有人叫你把水果煮熟了再吃，你可能会瞪大眼睛问：煮水果，你认真吗？水果不就是要新鲜生吃才健康，怎么煮熟了反而更厉害呢？别急，事实没有那么绝对。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早有不少煮水果的小秘方。想想看，秋冬干燥时，你是否喝过一碗甜甜的冰糖炖梨，润肺止咳？或者老人家教过你，把橘子连皮烤一烤，可以治久咳化痰。再比如，有人晚上睡不着，会用香蕉煮水来助眠。这些偏方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水果煮熟了吃，功效大不一样。其实，煮熟水果的玄机既有传统智慧，也有科学道理。从传统养生角度说，很多水果属性偏凉，直接生吃容易伤脾胃，特别是对于胃肠虚弱的人，生冷的水果吃多了可能腹泻胀气，而把水果加热后，寒性降低，变得温润，更适合这些人食用，不刺激肠胃。就像老中医常说的，虚不受补，寒者温之。煮熟的水果就像给寒凉的身体加上一层温暖的保护。从现代科学来看，也有趣的发现，某些营养素在加热后反而更容易释放出来。例如波茄里的茄红素，经过加热转化成更容易吸收的形式，含量反而提升。再比如苹果加热后，里面的天然多酚和果胶更容易被释放，有助于降胆固醇、抗氧化。换句话说，加热仿佛帮水果打通了营养的任督二脉，解锁出隐藏的健康技能。当然，加热也会破坏部分维生素 C 等怕热的成分，所以并不是所有水果煮了都更营养。但是恰到好处的烹调可以让某些水果的整体功效翻倍，绝非天方夜谭。那么究竟哪6种水果煮熟后营养翻倍，堪称平价补药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揭晓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还会告诉大家有哪4类人特别适合吃煮熟的苹果，对他们来说，煮苹果的效果甚至强过吃补药，千万别错过哦。首先登场的是苹果。苹果可以说是水果界的百搭明星，价格亲民又营养丰富。生吃苹果，大家都知道能补充维生素 C、膳食纤维和各种抗氧化物质，还有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的说法。然而你可能不知道，煮熟的苹果其实蕴藏着更大的潜力。当苹果煮熟之后，肉质变得软绵绵，散发出浓郁的甜香，入口就像在喝苹果酱汤一样顺滑。这种绵密软嫩的口感不只是味觉的享受，对我们的胃肠也是一大福音。因为加热使苹果中的纤维软化，对肠胃的刺激明显减小。很多胃不好或牙口不好的老人、小孩以前啃生苹果会觉得不好消化，但吃真苹果或者苹果泥就完全没有负担。他们常说，煮熟的苹果就像给肠胃裹上一层软绵绵的保护衣，特别是在冬天，来一份热腾腾的苹果泥，肚子暖暖的，整个人都舒坦了。更神奇的是，煮熟的苹果在肠道保健方面有双重功效，可谓双向调节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原来生苹果富含膳食纤维和果胶，生吃时能促进肠蠕动，润肠通便，对付便秘有一手。但如果你拉肚子时生吃苹果，可能会更不舒服。这时候把苹果煮一煮，里面的可溶性果胶释放出来，反而摇身一变成为收敛止泻的好帮手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蒸苹果是止泻的偏方呢。苹果蒸熟后，果胶能吸附肠道中的细菌和毒素，帮助止住腹泻。同一个苹果，生吃治便秘，熟吃治腹泻，堪称肠道的智能调节器。聪明吧？除了对肠胃的作用，苹果加热后的营养在其他方面也翻了个倍。研究发现，苹果在加热过程中，部分结合在纤维中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会被释放出来，总抗氧化能力不降反升。也就是说，煮过的苹果抗氧化物质更容易被我们吸收利用。这些物质有什么好处？它们可是对付自由基的利器，可以保护心血管，降低胆固醇和血脂，预防动脉硬化。难怪有人说煮熟的苹果是平民降脂药。更妙的是，苹果富含的钾在烹煮后仍然保留，钾能帮助身体排掉过多的钠，对高盐饮食造成的高血压有缓解作用。所以
常吃热苹果对高血压和高血脂的人特别有益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开始心动了，苹果熟吃有这么多好处，那该怎么煮最好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清蒸苹果或者水煮苹果，选一颗新鲜苹果，连皮洗干净。如果担心农药残留，也可以削皮再蒸，但带皮一起煮，营养效果更好。将苹果切成块，放进碗里，上锅蒸约10分钟，蒸到苹果变软出汁即可。也有人喜欢直接整颗苹果挖去核，中间塞点冰糖或蜂蜜，再上锅蒸透，甜甜软软，特别诱人。煮好的苹果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加点肉桂粉提升香气。肉桂的暖香配上苹果的甜酸，绝配。喝剩下的苹果汤汁也别浪费，里面溶出了不少营养精华，暖暖喝下肚，对嗓子和胃都很好。苹果这么厉害，难怪中医里有苹果补气，煮苹果更补的说法。接下来我们还会专门讲讲哪4类人特别适合吃煮苹果。不过在揭晓之前，先继续看看还有哪些水果煮熟后营养翻倍吧。第2位上场的是香梨，其实不只是香梨，雪梨、鸭梨等各种梨子煮熟了，效果都很惊艳，所以这里泛指梨子。俗话说，生梨清6腑之热，熟梨滋5脏之阴，意思是梨子生吃能清火退热，熟吃则更能滋阴润燥。特别是在秋冬干燥的季节，一说到润肺止咳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偏方就是冰糖炖梨。为什么梨子炖一炖就成了止咳汤呢？原来梨本身富含水分和维生素，生吃有清热解渴的作用，但对于咳嗽、痰多又怕冷的人而言，啃一个凉飕飕的生梨下肚，喉咙和胃可能不太舒服，而把梨子煮热后，寒性骤减，释放出更多有益成分，对呼吸道非常友好。炖梨的过程中，梨肉里的营养被锁在汤汁中，像维生素、微量元素还有多酚类物质都溶在那碗甜汤里。一口热乎乎的梨汤喝下去，只觉得嗓子眼一润，干咳减轻了不少，痰也没那么粘稠难受。难怪很多人一咳嗽，长辈就端来一碗冰糖雪梨汤，真是又贴心又有效。除了止咳，煮熟的梨还有其他好处。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，梨子轻度加热时，果肉中的多酚抗氧化物释放率提高了。不用太高温，像蒸梨、炖梨这样稍微加热，就能让原本结合在纤维里的多酚跑出来更多，被我们吸收利用。这些多酚有抗氧化、抗发炎的作用，甚至有研究指向抗糖尿病、抗高血脂的潜力。所以梨子熟吃不仅润肺，还可能对血糖、血脂都有益呢。但是要注意，如果梨子长时间高温熬煮，像熬很久的梨汁那样，部分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也会被破坏，抗氧化效果反而下降。所以烹调梨子的诀窍是时间不要太长，蒸或炖到梨肉变软，汤汁渗出就差不多了，这样才能保持营养最大化。说到梨子的煮法，最经典的莫过于川贝炖梨和冰糖炖梨。前者是在梨子中加入川贝母粉一起蒸，有强劲的止咳化痰作用；后者则是加入冰糖同炖，滋阴润燥效果更佳。还有民间喜欢把梨挖空，塞入蜂蜜或红枣再蒸，增强养肺补气的功能。无论哪种做法，煮熟的梨软糯香甜，汤汁更是精华所在。如果家里有人燥咳喉咙痛，不妨煮个雪梨汤试试，比吃药可口多了。第3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水果是香蕉。香蕉平时都是剥了皮直接吃，香甜软糯，但有人生吃香蕉反而胃不舒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香蕉属于性寒的热带水果，某些成分例如未成熟，香蕉中含量较高的鞣酸可能会刺激肠胃，特别是胃寒体质的人空腹吃生香蕉，可能会感到胃脘不适，甚至轻微的胀气。另外，对部分肠道敏感的人来说，生香蕉吃太多反而可能加重便秘，因为未熟香蕉里的鞣酸会抑制肠蠕动。不过把香蕉请下锅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香蕉煮熟后，刺激性明显降低，而且释放出更多有益成分，反而能促进消化、润肠通便。当香蕉在热水中慢慢煮软，里面的膳食纤维变得更柔软，淀粉也部分转化为易吸收的糖分。很多人发现便秘的时候吃一根生香蕉不一定有效，但试试煮香蕉水或者烤熟的香蕉，肠胃反而比较买账。
这是因为煮熟的香蕉中可溶性纤维含量更高，更易被肠道吸收利用，从而促进排便。另外，香蕉富含的镁和钾在加热后并不流失，还能帮助调节神经和肌肉功能，维持电解质平衡。怎么煮香蕉呢？有一种简单的食疗方，最近很流行，香蕉煮牛奶。做法是将熟透的香蕉带皮切断，和一杯牛奶一起小火煮开。有的人还会加一点肉桂或蜂蜜提味。煮过的香蕉软烂香甜，混着牛奶简直像天然的甜品饮料。很多人睡前喝一碗香蕉牛奶，能放松神经，帮助入睡，对轻微失眠也有帮助呢。如果嫌牛奶麻烦，直接水煮香蕉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香蕉煮到外皮发黑，果肉散发香味就可以捞出吃掉。剩下的香蕉水也有淡淡甜味，暖胃又滋润。需要提醒的是，糖尿病患者要留意香蕉熟吃的糖分问题，因为加热会让香蕉中的淀粉转化为糖，甜度提高，血糖指数也随之上升。因此这类人要控制量，不可多吃。另外，香蕉本身钾含量高，肾功能不佳的人也别一次吃太多煮香蕉。一般人适量食用则完全不用担心。寒冷季节来一份热香蕉，既能解馋又有益健康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说到煮水果养生，怎能少了中医眼中的开胃良药山楂。新鲜山楂酸酸涩涩，大多数人不会生吃。它常见的吃法要么是冰糖葫芦，要么是拿去煮水熬汤。山楂入药历史悠久，生山楂健胃助消化，而煮熟的山楂功效更上一层楼。山楂之所以酸，是因为里面含有丰富的有机酸和维生素 C。 生吃山楂，很多人酸得眉头直皱，但一旦煮熟，酸味明显缓和，口感变得柔和易入口。这时山楂的药用价值也充分展现出来。煮山楂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山楂酸和黄酮类物质，具有消食化积的作用。吃多了油腻不消化，胃胀胃痛，来几片煮过的山楂或一杯山楂水，很快就舒服不少。难怪民间一直流传山楂汤消滞良方。除了帮助消化，山楂煮熟后还具备活血化瘀的功效。中医认为山楂有活血作用，对淤血型的痛经、产后瘀阻都有帮助。很多女性月经不调、经痛时，会熬点山楂红糖水来喝，暖宫又散瘀，疼痛明显减轻。这其中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加热过程中山楂的某些活性成分含量增加，例如部分黄酮类和类胡萝卜素，扩张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增强，所以能缓解瘀滞疼痛。有意思的是，山楂短时间加热能保持甚至增加某些抗氧化成分，但如果长时间熬煮，部分多酚和维 C 还是会损失不少。所以煮山楂茶一般水开后再煮个10分钟左右即可，不用熬太久。怎样享用煮山楂呢？最简单的是山楂水，将干山楂或新鲜山楂洗净，加水煮开10分钟，就是一壶开胃酸甜的山楂茶了。如果想要更丰富的滋味，推荐一道山楂银耳羹，把银耳和干山楂一起熬煮，加入冰糖调味，煮到银耳出胶，汤汁粘稠。这碗甜汤酸甜适口，既能养颜润肤又助消化，非常适合全家老少饭后来一碗。需要注意，山楂虽好，但胃酸过多或有胃溃疡的人要适量，空腹也别大量食用，以免刺激胃黏膜。一般饭后喝点山楂汤，正好既消食又保健。接下来出场的是体型虽小，能量却巨大的圣女果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番茄。番茄本来就是少数常被熟吃的水果之一，你可能经常喝番茄蛋汤，享用意大利面里的番茄酱，但小番茄更多时候是当成鲜果生吃。其实不管大番茄、小番茄，加热后的营养价值都比生吃时更高一筹，尤其是当中的茄红素。茄红素是番茄里最宝贵的抗氧化物质之一，对保护心血管、降低癌症风险都有研究支持。然而茄红素牢牢锁在生番茄的细胞壁中，直接生吃只能吸收一部分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，炒番茄更有营养，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当番茄经过加热烹调，细胞壁被破坏，大量茄红素释放出来，而且高温把茄红素的构型从难吸收的反式转变为容易吸收的顺式。有科学实验证实，
加热后，番茄中的可利用茄红素含量可以增加到原来的 1.5 倍以上。不仅如此，总体的抗氧化能力也同步提升了约30%，也就是说，煮熟的番茄比生吃时对身体的抗氧化防护更强。不过，有人可能会担心，加热不是会破坏维生素 C 吗？确实，番茄在烹煮过程中会损失部分维生素 C， 但番茄的维 C 含量本就不算特别突出，而它的强项丰富的茄红素和各种植化素却能在熟吃时发挥更大作用。所以利弊权衡下，熟吃番茄依然非常值得推荐。如果想让小番茄营养翻倍，烹调的小技巧也很重要。首先，记得加一点油一起烹调，因为茄红素是脂溶性的，有油脂参与才能更好释放和吸收。橄榄油、茶油都可以，哪怕炒个番茄鸡蛋，也有蛋黄中的脂肪来帮忙。其次，烹调时间不需要太长，番茄变软出汁即可，时间过久，营养反而流失。最后，小番茄本身带点酸味，在加热料理时挤几滴柠檬汁或醋，可以让整锅菜偏酸性。据说这样茄红素会更稳定，不容易被破坏，这是个实用的小妙招。所以下回别只把圣女果当沙拉里的配角生吃了，试试炒一盘小番茄或者烤着吃吧。一道简单的烤小番茄，撒上黑胡椒和盐，就是很好吃的配菜。你也可以像做水果茶一样，把小番茄煮成番茄甜汤，放点蜂蜜调味，酸酸甜甜又温暖。一碗热乎的番茄汤下肚，满满的茄红素在身体里扫荡自由基，感觉是不是特别安心呢？最后压轴出场的是有维 C 之王美誉的猕猴桃，也就是奇异果。猕猴桃酸甜多汁，维生素 C 含量极高，很多人喜欢直接挖着吃，甚至打成果汁喝。然而，由于猕猴桃性质偏寒，纤维多而酸性强，有些胃弱的人吃了可能觉得胃酸不适。而且猕猴桃的膳食纤维虽然有益，但对于消化能力弱的人来说，生吃多了反而容易腹泻或肚子不舒服。这时候不妨尝试把猕猴桃蒸一蒸或者煮一下。猕猴桃加热熟吃也是让营养翻倍、功效升级的妙招。很多人可能从没想过猕猴桃也能煮着吃，但事实证明这样做有不少好处。首先，经过短时间加热，猕猴桃依然保留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同时它的膳食纤维会变得柔软，对肠胃的刺激性降低。那些本来一吃猕猴桃就胃酸的人，用蒸熟的猕猴桃泥拌着吃，明显感觉顺口多了。其次，猕猴桃熟吃可以充分释放里面的果胶和抗氧化物质，帮助促进肠胃蠕动，加速消化吸收。这对于肠胃功能较弱、经常消化不良或便秘的人尤其友好。有人做过尝试，每天吃2-3颗蒸熟的猕猴桃，连续1周下来，发现口腔溃疡发生频率降低，牙龈也更健康了。这可能和猕猴桃丰富的维生素 C 得到更好吸收有关，也和它润肠通便、减少上火有关。至于猕猴桃怎么煮，方法也很简单，把熟透的猕猴桃去皮切块，放碗里隔水蒸5分钟左右，蒸到果肉变得软烂即可。也可以放在小锅里加一点点水，煮成奇异果甜羹。蒸好的猕猴桃可以直接吃，也能拌到燕麦粥或酸奶里，酸甜软糯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还有一个有趣的搭配是把猕猴桃和银耳一起煮甜汤，银耳滋阴，猕猴桃富维 C， 两者结合对皮肤和免疫力都很不错哦。需要提醒的是，猕猴桃的维生素 C 含量虽高，但非常怕热，长时间高温会破坏大部分维 C， 所以蒸煮时间一定要短，刚刚变软即可，没必要煮到完全化成泥。熟吃猕猴桃主要是为了更易消化和吸收，而不是要把它熬成药汤。掌握好火候，才能既享受营养又享受美味。前面讲了这么多煮水果的好处，其中又以苹果最为平民易得，效果出众。煮熟的苹果对某些人群来说简直是天然补药。以下4类人如果经常吃点温热的煮苹果，养生效果可能胜过吃昂贵的补品。脾胃虚弱、消化不良的人，平时胃口差，吃点生冷水果就容易拉肚子。胃胀，煮熟的苹果软烂温暖，果胶释放更充分，能调理肠胃功能。一碗热苹果泥下肚，既不刺激，还帮助修复受损的胃黏膜。
对慢性肠胃炎、腹泻都有缓和作用。老年人、病后体弱者以及牙口不好的人，往往消化吸收能力差，咀嚼能力也有限，生水果太硬太凉，他们难以消受。把苹果蒸熟了吃，柔软好吞咽，营养更容易吸收，而且煮苹果含有的糖分含酸度温和，能提供能量又不会加重身体负担。对于掉牙的长辈、一时卧床的人来说，煮苹果是绝佳的营养甜汤。高血压、高血脂人群吃苹果对心血管有益，而煮熟后苹果中的多酚抗氧化物质更多，更能帮助降血脂、稳血压。经常吃煮苹果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，软化血管，预防动脉硬化。同时苹果的果香还有助舒缓情绪，减轻压力，这对高血压患者也是很好的调节。可以说煮苹果是三高人群的日常养生佳品。贫血或气血不足的人，脸色苍白，容易头晕乏力的朋友，不妨经常喝煮苹果汤做食补。苹果中铁元素含量虽不算特别高，但吸收率不错。加热后，苹果的有机酸和维生素有利于铁质释放，帮助补血。此外，中医也认为苹果有补气作用。煮过的苹果性质温润，能养血调气。常喝苹果汤的人，气色往往会有所改善。对于女性经期后调养、产后恢复，热苹果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以上这4类人特别适合把苹果煮来吃，对症调理，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相比之下，一些动辄上千元的补品反而未必吸收得了，还不如每天一个煮苹果来得实在。听了这么多，你是否对水果熟吃有了全新的认识呢？当然，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以后所有水果都煮着吃，新鲜水果仍然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，尤其富含的维生素 C 等营养，在生吃时才能摄取完全。对于健康状况良好、肠胃功能正常的人而言，每天生吃水果绝对是保持营养均衡的好习惯。但是如果你属于脾胃虚寒、年老体弱等我们提到的情况，或者在寒冷的季节里觉得吃生冷水果不舒服，那就不妨尝试把水果煮一煮。适当的加热不但不会让你错过水果的好处，反而可能释放出水果的另一面潜能。比如咳嗽时来碗炖梨汤，睡前喝杯热香蕉奶，饭后吃点蒸苹果。这些简单的水果食疗往往比一味吃药打针更让身体舒服，也更贴近自然的养生之道。总之，水果生吃、熟吃各有千秋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体质和需求，灵活运用这些方法，既享受美味，又收获健康。下次再听到煮过的水果胜过药这句话，你就会会心一笑，想到我们今天分享的种种妙招。别忘了把这些知识告诉家人朋友，让大家一起把家里平凡的水果变成养生宝贝。让我们善用大自然赐予的礼物，吃出营养，吃出健康，